我这里有3套1P 的空调内外机连接管啊，这一套的话是锂管，这一套是藤管，这一套是胶管。我们下来讲解一下各自的优缺点。首先的话，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锂管，它有什么优点，它有什么缺点。那么呢，这个锂管的话，它的优点的话呢，就是操作起来的话非常的方便，非常的柔软细腻啊，非常柔软，可以弯成这样都没问题。如果藤管的话弯成这样，有可能就会弯扁了，导致的话出问题啊。这个的话是它一个优点啊，然后它的缺点的话就比较多，就是寿命的话比较短，用个1、2年以后，它尤其是它这个接口啊，它这个接口，我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它这个接口的话就会穿孔腐蚀掉，就会漏血肿，就会出问题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锂管的话，外面的话包了一层像藤管一样颜色的一个薄膜啊，包在这里，只有头上这一点点藤管，这里的话全部是锂管包的这个胶纸，和藤管颜色一样。其实的话，这个的话值得大家深思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觉得的话还是，怎么说呢，伪装吧。这个就是它这个锂管的优点和缺点。我们下来再讲解一下这套胶管的优缺点。这个的话是胶管，它的优点的话是比较柔软，大家看一下，比较柔软，非常柔软，随便可以折啊，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。它的缺点的话就是你安装上以后，使用寿命的话比较短，用个几年以后的话，这个管的话就慢慢的就粉掉了，慢慢的话粉了以后，时间久以后的话就老化了，就没用了。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它这个6厘的和10厘的，这个外径的话是一样大，内径也是一样大，只是的话这个藤拉子不一样，一个是6厘，一个10厘的，这样的话就影响一个流量，导致一个制冷效果差，制热效果比较差啊。这个是它这个胶管的优缺点。我们下来再讲解一下这个藤管呢，它的优缺点啊。藤管的话，基本上是它的优点是最多的，缺点是比较少的。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说有些藤管的话比较硬啊，比较硬，容易折坏。折坏以后都要出问题，就要重新返工处理，换藤管或者焊接藤管之类的啊。它的优点的话是很多的，寿命长啊，耐用，导热导冷效果比较好啊。锂管的话导冷导热效果也好，所以说的话，市面上的话用藤管的话是比较多啊。有些商家的话偷梁换柱，给人家藤管换成锂管，因为锂管的话成本低，这藤管的话成本高，就是卖废品的话，它也要卖几十块钱一斤。所以说，这2套的话，管子，这个锂管的话，我是不建议大家使用。这个胶管的话，如果说你是司机偶尔用一下还可以，但是你如果是给人家客户用的话，我觉得的话还是不行。如果说可以的话，那么人家厂家的话为什么不给你用这种胶管呢？为什么大多数厂家的话是比较地道的，人家为什么给你用藤管呢？也不用锂管呢？今天的话，这个藤管、锂管、胶管各自的优缺点就讲在这里。大家喜欢的话，关注加点赞，评论区留言哦，谢谢。